今天给大家唠唠刘瑜啊，这个武将纯傻懒子啊，就是一个字烂。你玩过这个武将吗？我就问问，这个刘瑜啊，可以和咱之前讲的那个什么杜姬放一起了，都属于是三国杀里面设计最烂的一档武将。这与刘表、刘焉并称刘氏三目的大刘瑜，居然能被三国杀霍霍成这个样子，我很不理解。这刘瑜上来就给大家整了一个活啊，2体力上线开局，还2体力上线，你配吗？整个三国杀也就神赵云是2体力上线开局，那人家是神将啊，你刘瑜是谁呀？那设计师说不对，我刘瑜不是2血开局，你没看他的技能吗？宗左锁定技，游戏开始时你增加 X 点体力上限和体力（括号X 为全场势力数）。当一名角色死亡后，若没有与其势力相同的角色存活，你扣减1点体力上限。哦，明白了，原来咱刘瑜是皇室宗亲啊，上来可以额外加上限，加全场势力数。那你玩军八啊，本身在2上限的基础上能再加个3、4上限，也就是说你刘瑜能5上限、6上限开局，这么玩是吧？行，到这里啊，刘瑜的设计暂时还没问题，单独看这个技能也看不出来太大毛病。宗左和刘表的宗室很像，都与全场势力数挂钩啊，这样设计能体现出来武将与皇室之间的关系，也能映射出汉末群雄割据的状态。不能说是一个无效设计，但是你不要高兴太早。我们来看2技能止戈。首先这止戈上来第一句话就和宗左冲突了，出牌阶段限1次，若你的手牌数大于你的体力值，你才能发动这个技能。讲道理啊，你刘瑜要是真2上线开局，那你这个止戈倒是也能治一治，但哥们儿你这上来给自己加上限，这魔将身材，你这6滴血开局，那你还咋发动技能啊？直接就把自己卡死了呀！你又没过牌，你凭啥能保证你的手牌数能达到5张、6张以上呢？当然这还是小事儿，最令人绷不住的是它的技能效果。你可以选择一名能攻击到你的一名角色，除非其使用1张杀，否则将装备区里的1张牌交给你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是止戈吗？你这不是挑衅吗？止戈是什么意思呀？停止干戈，平息战争，对应刘瑜这个人不喜欢打仗，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安抚政策的典故。到你三国杀这倒好了，直接除非其使用1张杀，就还搁这激你，态度这么恶劣吗？咱就是说设计师设计技能的时候啊，还有这个审核员审核技能的时候，这心里面都不掂量一下吗？咱不说和止戈沾边，至少咱不能整一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技能效果吧？这太恶劣了吧？这当年是怎么过审的呀？这种技能，然后就是它技能效果本身啊，你刘瑜要实战很强，我也不会说你啥。关键你这比止戈，那实战他也是小丑，纯纯的白板啊！2个技能互相冲突，这开局卡自己就不说了，我就让你止戈放出来，你又能怎么样？他这个还不是说选一个能杀到刘瑜自己的地方角色，让敌人强制去杀刘瑜，敌人谁都能杀，只要他能把这个杀用出来，敌人他可以去杀你刘瑜的队友啊！你刘瑜血多不怕杀，你队友怕杀呀？那说1000道1万。就算人家出不了杀，后果也只是给你装备区里面的1张装备牌，这也就意味着人装备区里面要没装备，那你这个技能就完全废了。综上所述啊，这一版的刘瑜就纯傻懒子一个，洗都没法洗。这个将问题太明显了，肯定是要改的。那19年的一将之魂呢，就给刘瑜做了一个加强。这个刘瑜虽然强度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但至少在契合度方面没有那么崩坏了。出牌阶段限1次，你可以选择一名攻击范围内还有你的其他角色，除非该角色交给你1张杀或武器牌，否则视为对其攻击范围内你选择的另外一名角色使用1张杀。那这一版就好多了呀，也没有手牌数大于体质的限制了，然后它也不是和原版一样挑衅人出杀，它是让别人交杀或者是交武器牌，否则你就可以让他打攻击范围内的另外一名角色，就让他打队友嘛。那这样改确实就有点止戈的意味了，赶紧把手上家伙交了吧，不然指定没你们好果子吃。然后宗左呢，这个后半段扣上线，还能再摸2张牌，这个跟诸葛诞微重崩上线摸牌很像啊。就你别管这版刘瑜强不强，他至少像个人了啊，我觉得还挺强的。本身血线比较高，技能发动频率以及技能本身的收益也不算低。新杀还有一版刘瑜，那版刘瑜技能太无聊了，就不讲了。三国杀的刘瑜
还是很可惜的啊。刘虞本身的历史地位其实不比刘焉、刘表低，但搁三国杀这儿，他人气不知道比燕神差了多少倍啊！小透明一个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设计太牛马了。但凡他是个人，也不至于这么冷门。尽死生之力，保大厦不倾。天下和而平乱，神器明而止戈。怀柔之计，终非良策。